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没戏拍了，赵今麦不配吴磊，白敬亭买婚房催婚。赵今麦这是怎么了？赵今麦最近是第二次因为妆容不当上黑热搜了，实际上就是造型师的问题。赵今麦之前在正午电视剧里的颜挺能打的，被炒丑的这2次，大概是出自同一个造型师之手，可谓是一次比一次离谱，已经离谱到把赵今麦化妆成了撞脸另一个卖丑网红的样子。本来赵今麦最高时候的行业评级就只有 A， 现在这个负面一出来，他就降级到了 A。 别的不说，对于商务方面影响很大。恰好今天还有跟吴磊的剧宣新物料上新，井号吴磊赵今麦脸颊吻井号含糖量超标，结果女方那边因为丑造型出圈，却惹了些许嫌弃的声音。吴磊和赵今麦同为童星出身，又都拥有不错的路人缘和业务能力，之前搭档的消息刚出来就被不少网友看好。这部剧从之前的路透到现在的剧宣都是往非常搭这方面去引导，在刻意引导下，还是蛮多自来水网友磕 CP 的。剧方接下来方重点也还会继续放在他俩的 CP 上，这样也算正式开启主演的新 CP 路线了。这个情况对于还在磕演员前个 CP 的粉丝来说，可能一时间接受不了。但表哥也说过，这种事儿圈地自萌就好，就算只喜欢某一组，不喜欢另一组，也不要有什么攻击言论。毕竟为剧营销的 CP 这种其实大多都是营业性质，不要太真情实感哈。听说王一博差不多已经1年不进组了。如果按照公开行程来看，他确实在长风破浪杀青后就一直没有公开的拍摄行程，但也不代表他真的是一直不进组，只是有些项目捂得过于严实，演员也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能随意透露风声。不过王一博现在进组的频率确实也放缓了很多，因为他给自己设定的条件，进组太难了。不用表哥多说，也都知道王一博现在是顶流中的顶流，如果单纯的想要赚钱，那就无限制的接流量剧，1年赚9位数没有任何疑问。可是当下的娱乐圈市场，这么说无异于杀鸡取卵，2、3年之后也就彻底无人问津了。后续排队上位的鲜肉一茬接一茬的太多了，必须得转型。王一博自己也知道，所以现在接项目很是谨慎，不仅看剧本，看班底配置，看平台，还要看演对手戏的演员，种种因素考虑下来，能满足条件的项目是少之又少，难得符合条件的项目自然是公认的大饼。竞争演员多，投资方、制片人、导演也都在选，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，这又得筛下一部分。他现在也不考虑再回头拍古装仙侠之类的戏，综合下来，这才是他这2年较少进组的原因。大眼格格还有翻身之日吗？最近大眼格格现身哈尔滨引起小范围讨论，有的关注他状态很憔悴，有的则是在讨论他能如此光明正大的出现，感觉像是要重新复出，为回归于鱼做铺垫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之前捂得太狠，不仅跨界搞割韭菜，还涉及其他事，深度沉进资本圈，导致整个发展深受影响，当时连提都不能提，而且作品也突然之间被下架，甚至内地账号被封，这些都是非常迅速被处理的，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。当时还传出他逃去海外躲着等说法，反正被盯上是真，有事也是真有事，
老老实实的话，以他的国民度还是能端着鱼圈饭碗吃很久的。虽然如今有出现有关赵薇方面的话题了，但表哥并不觉得这是他为付出在试水。如果换其他艺人，大概率是艺人私下有铺垫有试水，但他的问题性质可是很严重，对他来说只有低调这一条路能走，再要折腾点动静可不是他能拿稳的形式。当下之所以能提他，是因为敏感阶段已经过去了，要不然他还会像出事那会儿谁也找不到，说是在老家还是哪儿，但就是没被拍到任何身影。此外，一些传他要到海外发展的也只是传闻罢了。他翻车前的背靠资本是大且牵扯甚广，但没到能保他走国际路线的程度。当然，网上有支持他的评论，其实咱也不觉得奇怪，谁还没死忠粉？进去的都有力挺的粉丝呢，但有这些粉丝也没用，也不能让正主再回巅峰。4. 白敬亭和宋轶不打算官宣吗？白敬亭和宋轶已经是不用官宣的默认情侣了，所以狗资报他俩春晚彩排后同回家，真的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但官宣的话，不到最后领证阶段是不会出来认领恋情的。之前几次俩人因为各种花式暗戳戳秀恩爱的事情太多了，已经引起了网友反感，所以俩人现在就是彻底低调了。据表哥了解，这对如果能稳定发展，能走入婚姻的可能性还是蛮大，因为私下的确是谈没多久就相互见家长了，当自家女婿和儿媳看的那种，但结婚的消息目前没有听说，而且问了之前跟过这对的媒体朋友，暂时也没这方面消息。倒是业内有过相关爆料，称白敬亭在跟宋轶恋爱后，就在北京买了一套豪宅，用来当婚房。目前他和宋轶已经双双从家里搬出来，恩恩爱爱住进未来婚房了，这点也看得出是奔着结婚在谈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